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但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怎么，饭菜不合胃口？这900年，你是否得偿所愿？虽是大功告成，但是岁月悠悠，寂寥难耐，那份真心，那副容颜，再也未能出现。婉清，一别经年，我来看你了。为求真相，得罪了。仙灵一时，你果然不是战死的。出大事了！帝君，帝君，我等奉帝尊旨意，请您即刻前往凌霄殿，有要事商榷。陆景，没有本君的允许，任何人不得离开偃虚天宫。是。帝尊，天中撞响9次，乃九重天100万年来未有之事。敢问帝尊，发生了何事？自汝归位以来，异状频发，众仙官甚是担忧，纷纷上奏，所以今日无不得已把汝请来一叙。上一次钟声响彻九重天，乃是仙魔大战得胜归来之时。应渊何德何能，让钟声再次为我而鸣？还请帝尊明示。吾用9道天中封闭天门，
皆因这九重天只剩你一位帝君，整个天界无人可以抗衡。若不如此，众仙官怎敢仗义直言？此皆是为了天界安危，不用介怀。应渊君镇守天界数万年，向来是吾辈楷模。可归位以来，不知何故心性大变。我统领天兵，应渊君未曾有一次过问天界防务，只见你屡屡下凡，留恋人间。我还以为应渊君犯了多大的罪过呢，不就是到下界逛了几遭吗？可笑！我想问一下在场的众位仙官，哪个没在闲暇之时到下界逛上一逛，走上一遭啊？太幽方才进位，谨慎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。应元君，吾记得你从前从不无故下界。帝尊也让我养伤为由卸了我的差事。天庭守卫并非我管辖之事，如何知会？之前罹难时，我屡遭丧命之险，来者行事诡谲，欲毁三界和平，因此我去下界调查。何人敢大胆谋刺于你啊？应渊，应渊，天界近日并无要事发生，突然敲钟，九重天门尽数关闭，上神亦无法出入，难道真的和应渊有关？可万一不是，白日外出被人识破我伪装姐姐，反倒惹来麻烦。颜淡，你果然在这儿。帝君被帝尊召去了，大批的天兵围住了凌霄殿。我听太幽星君的进士说，帝尊要对帝君发难。帝君的安危关乎三界的安定，下界时也会有人暗中保护。谁知天兵所见，你下界并没有查案，而是私会妖女。应渊君，你守护的是三界，还是私情？帝尊，这是何意啊？应渊，你可知罪？若帝尊指的是芷溪的话，我不知罪从何起。帝尊，帝君。是芷溪行事不周，近几日我在帮帝君修补法器，因为太过心急，所以几次出入偃虚天宫，不仅令帝君被太幽星君误会，而且还得罪了帝君身边的进士。帝君犯错与常人无异，我身为进士也不可包庇。我亲眼所见。帝君将他，你是想指证我与帝君犯了情戒？青云，我早就和你说过了，我的志向是成为高阶的掌事女仙，并不会和你抢做仙士的。你又何苦把我骗到此处来？你因妒被主，你所说的话不足为信。且不说芷溪仙子向来性子拘谨，一心修炼。我记得当年帝君复明归来，帝尊就曾以断情线试炼，证明了二人并无私情。不错，
应元君与芷溪确无私情。帝尊英明。他不是芷溪，是转荣诀。不错，与应渊有情的，始终都是昔日的偃虚天宫的仙士，今日野揽小妖，颜淡。帝尊，我此次上天界，皆是因为我的好友陆明失踪一事，与应渊还有芷溪毫无关系。若帝尊要责罚的话，我愿一人承担。应渊，此等伎俩，瞒不过吾，难道能瞒得过你吗？你在下界历难之时，就曾与此妖女有所纠葛，吾并未在意。现在九重天对有情之人不再苛责，但你明知他是颜淡，却称他为芷溪，诓骗诸仙家，真的是甚失无望啊！应渊，吾可以容你生情，但你不能对此妖女有情，你可敢一言？断情线未断，堂堂帝君竟真的爱上了下界妖女，哼，荒唐，荒唐至极呀！沉香并未成血，对吗？我确实对颜淡有情，900年前为情罚自成，纵然如此，情根依然不灭。如今我愿再受刑罚，但此情坦荡，无害三界，哪怕帝尊不封天门，我也会如实相告。我就说你对他那么好啊，应元君，你很有种啊！也罢，天规已改，看在你主动承认的份上，吾可以给你一个选择。你若愿意放弃仙籍，辞去帝君之位，你就跟他下界，做一对平凡夫妻吧。谢帝尊。若是他愿意，我定会相陪。但不是现在，因为我还有重要的事情没有做完。世事难两全，如果你不愿意放弃仙籍，便要受到刑罚。此妖女已经失去仙籍，以妖女的身份蛊惑帝君，理当处死。有我在，没人可以动她。曾有人向吾检举，你在历难之时曾假意身故，意欲欺瞒天界，跟此妖女双宿双飞。之前吾还不信，如今看来，此言非虚啊。当时帮助帝君假死，欺骗天界的仙官，是同我一同服侍帝尊的陆明。奇怪的是，陆明在帝君归位之后便失踪了，至今生死不明。你二人是否为了隐瞒真相，害死了陆明？帝尊，我想陆明之死，
您比任何人都清楚。而如今您却在这里贼喊捉贼，大胆，竟敢污蔑帝尊！暗中查探的这段时间，无论多少证据指向你，我都在想，这之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？可直到今天，容不得我再自弃。陆明是我最好的朋友，他如今的确已经仙逝，可是到底是为谁所害，口说无凭。这是他生前用记忆凝成的鲛珠泪。帝尊，您找我？为逝者，收心纳言，但凡遗嘱，路就到头了。凭这个画面，不足以说明真凶到底是谁。可是陆明在死前给我留下了一个重要的线索，那便是九曜连珠。没错，九曜连珠乃是万年一遇的奇异天象，以此可练修罗邪术，乾坤隐，功成便不用再修行，可直接吸取他人仙力。这片龙鳞来自上古彝族九岐，此乃天下至坚之物，而唯有乾坤隐可以使其淬化。北冥仙君仙逝后，仙灵不知所踪，而后有人将这片龙鳞放到了仙棺里，随后龙鳞破碎，由此可证，北冥仙君便是由乾坤隐所害。上一次九曜连珠恰逢仙魔大战，祭镇仙灵，则需与修炼乾坤隐者仙力相当。三位帝君、北冥仙君、祭都星君尽皆殒命，与他们仙力相当者，除我之外，只有一人。金蝉翼是修炼乾坤隐的最佳法器。三义乌在创世之战时，曾投靠过修罗族，彼时帝尊将其灭族。此后，金蝉翼便不知所踪。此物帝君是从何处寻来的？天之角，不兴亭。直到昨日，他还静静躺在观星石墓上，为主人吸收灵力。我想当年就是祭都星君发现了此物，才会在大战中被杀人灭口。天帝，你可认罪？夺法器，修邪术，挑起仙魔大战，残害同僚无数。若此番指控为实，你到底是天帝还是邪神？应渊帝君，吾一再相让于你，而你呢，颠倒黑白，恩将仇报，居然用一个如此子虚乌有的画面来编造如此荒谬的故事。是不是故事，争辩无益。我这里还有最后一片九岐龙鳞，帝尊，你可敢将它握在手中？若你从未修习过乾坤隐，此物可证清白。你是九重天唯一的帝君了，吾向来器重于你。你以为今日大张旗鼓地召你来，仅仅是为了一个颜旦吗？吾之所以用刑罚来敲打你，皆因不愿你做的那些丑事公之于众，蒙羞帝君之位，
但是真没想到，你为情所误，鬼迷心窍。好，好得很。既如此，今日之事就做一个了结。带进来。陶姐姐不对劲，看来柳微阳已经落到了天帝之手。陶子期，你不是在仙魔大战之中死了吗？众卿看的没错，他正是陶子期。陶子期，你为何死而复生？与众仙说说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我受命赴魔族，劝邪神止战，不料竟意外撞见应渊，与邪神私会。应渊意图谋篡天地之位，早与魔族联手，利用仙魔大战，重挫支持帝尊的帝君与仙君们。我因此被应渊灭口，于生死场沉浮多年，后被帝尊救出，才得知当年3位帝君以性命为代价，杀死邪神，阻止了应渊的阴谋。原来，帝尊说要认真调查，乃是认真去抓人为质，编造假供了。难道仙魔大战是帝应渊君挑起的吗？简直是胡说八道！仙魔大战之中，应渊君几度九死一生，本帅是亲眼所见。3帝君尽数牺牲，只有应渊一人以中毒之名提前离开战场。但这毒这么快就被汉淡之心给治愈了。众仙，你们觉得这只是巧合吗？汉淡之心在我体内，救不救帝君，皆凭我意。况且，若要做局的话，怎么会有人将自己的生死大事放在一个外人之手呢？哼，兵者，诡道也。下策伐谋，上策攻心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之前你在北冥仙君处当差，为何在仙魔大战前夕被应渊调去了偃虚天宫？陶子季突然现身，身份存疑，空口无凭，不足为信。天帝，你只需手握9旗龙鳞一焰，便可洗清指控，何必如此大费周章呢？哼，谁知道你有没有对龙鳞做什么手脚？帝尊何必受此折辱？应渊，吾警告仙官陆明，皆因其知道天界的一桩陈年秘事，吾本应永远隐瞒，真没想到。吾一心想保护之人，竟编造如此谎言，来构陷于吾。唯有修罗族人眉心长有黑纹图腾。应渊，没想到你是修罗族余孽。永夜宫，永夜宫，老元帅，你参加过上古之战，自然认得此写法。应渊不是修罗族普通的后代，他乃是修罗尊主玄烨之子。玄烨杀人如麻，用乾坤引屠戮他族，方才应渊提及此术，哼，果然是一脉相传呐。你曾说我父母是2族无名之辈，
今日又改口，到底哪句是真，哪句是假？往日吾怕你被身世所累，望你一心向善，才有所隐瞒。但是吾万万没想到，你偷偷取出了镇魂剑，偷袭永业宫，这是要步你父亲后尘吗？当日应渊帝君自负神术，本欲自戕，是我不忍，上前阻止，这才破坏了压制修罗的封印。镇魂剑飞出，之所以能被应渊君收服，皆是因为应渊君仙力非凡。是真是假，老元帅不会不知吧？唯有玄烨之子方可修习永业宫，而镇魂剑是玄烨的佩剑，除了玄烨之子，谁能让他重新认主，俯首称臣？可惜了你这身血脉，竟自甘与凡夫俗子为伍。无论身世真假，修罗族的血债，应渊君丝毫没有助力，反倒是在创世之战当中大义灭亲，亲手除恶。正因此功，天帝才亲封应渊为青离帝君。这数万年间，应渊君守护着苍生，是真是假，诸位皆有心有眼，难道还看不清楚吗？我相信应渊君，就算他是玄烨之子，那又如何？他又没干过一件恶事。是啊，谁能选择自己的血脉呢？我亦相信帝君。吾曾经也以为可以教化他，成为天界的栋梁，可没想到应渊生性本恶，为篡天帝之位，居然妄想修罗族卷土重来，还勾结魔族残害同僚。创世之战失败后，他又心生一计，今日他编造出如此荒谬的故事来陷害吾。之所以应渊如此胆大妄为，是因为你知道，吾待你如己出，不会对你赶尽杀绝的，对吗？帝尊昔日的维护照拂，应渊一日都不敢忘。自幼您就教导我，身负罪孽之血，当以身相赎。刚能提剑，我便奔赴战场。从那时起，天下苍生，便是我的责任，更是我的愿望。这万年来，天规教条，我尽守之。天下为重，其余皆轻。在没有遇到颜淡之前，这世上没有应渊，只有帝君。若非我查到实证，我真不敢相信，教我守护天下的帝尊，竟会有如此不堪的一面。无论我是什么样的身份，身上流着什么样的血，九秦龙鳞和金蝉翼，都是乾坤隐存在的铁证。应渊，别以为你巧舌如簧，就可以掩盖污蔑帝尊的事实。果然是擅长伪装，九岐三义巫皆已灭族，你所编造之罪证，简直是荒谬至极。好，既然你执迷不悟，吾只有彻底揭破你的假面。陶子期，你刚才所言可有遗漏？我复生之后，自叶望川返还人间，竟发现邪神玄香尚在人世。你说什么？邪神怎么可能还活着？攸关三界，不敢说谎。
仙魔大战中，邪神身受重伤，躲进了凡界的朱翠山。我发现之后，本想要立刻返回天庭报信，不想，却看见了应渊君。应渊以下凡历难为名，千难万苦找到邪神，并助其恢复力量。二人早已联手，随时会掀起第2次仙魔大战。邪神当真还活着？那他此刻在何处？本帅即刻带兵去杀了他。这个问题的答案，恐怕只有应渊君能回答你了。应渊君，本帅相信你和魔族无关，但邪神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此邪神非彼邪神，挑起大战的人并不是他，而是魔族长老朔华，以傀儡术顶替的。颠倒黑白，莫不如是。众卿，正所谓孤证不立，陶子期所言，还有人证。小仙是朱翠山土地，领旨上天参见帝尊。土地，可见过此二人？见过，他二人想方设法想要盗取我朱翠山的县志，且再三向小仙打探仙魔大战跟邪神的细节。小仙不从，他们便威逼小仙呐。藏书阁夜间守卫近日来报，帝君常在深夜无人时出入藏书阁。帝君走后，记载着仙魔大战的珍贵史籍就此消失无踪。我可以作证，近日帝君不是频繁外出，便是和颜旦在偃虚天宫密谋。我还亲眼看到他们行苟且之事。青云，你在说什么呢？好你个应渊啊！蛰伏900年，只为了找回邪神，一回来就急于销毁罪证，把脏水泼给帝尊。修罗族果然不可信，杀了他，为死去的同僚报仇。帝君应渊，身为修罗族余孽，得天庭收留，委以重任，但其不改狼子野心。结魔族挑大战杀同僚，为一己私欲，罔顾天下苍生。九重天再容不得此人。吾宣布，将应渊押至天刑台，处以怨刃之刑。不可，此事还没完全查明，不能草率定罪。我和应渊君共事多年，不管他们怎么说，我是不会相信应渊君会残害同僚的。火德月瑶，证据当前，数度为逆贼辩解，难道你二人是他的同党吗？好了，念你二人被他蒙蔽多年，先革去先职，闭门思过去吧。哼！若还有谁要为应渊求情，可以与他一起共赴天刑台，受怨刃之刑。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今日我便要验个明白。应渊，住手！别管我，快去龙陵！应渊，别管我了，我们邯郸没有那么娇贵。我听闻岳灵化刃自九幽而降，可以斩仙骨、削仙肉。朱帝君，这刑你不能受，快走啊！我不能看着他们伤你。应渊，
吾已陈10万天兵于凌霄殿外，你无路可逃，束手就擒吧。若你还执迷不悟，屠戮先族，我现在就将你心爱之人处死，以惩你偷天罪行。别管我，走！放心，我们肯定会没事的。闭上眼睛，感受你手心的温度，才发现泪已止不住，缠绕发丝解不开你悲伤满目，再续一世情深不负。相似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华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厨房，慢一些脚步啊。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，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，怦然无处躲藏。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壶秋水，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。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，只为你心碎。前脚不及青天，烟花易蹙眉。的白月光照故人心里伤，怎能让华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厨房，慢一些脚步啊。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，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，怦然无处躲藏。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壶秋水，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。百转千回痛不过一滴泪，只为你心碎。前脚不及青天，烟花易蹙眉。孤寂蓬莱劝人间客，是以众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悟不可修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
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据说这怨刃之刑有9981道，每受一道，就如同多了一次升仙之劫。岂止啊！怨刃肉体会分而化之，将皮肉筋骨全部切开割碎，内里被碎尸万段，只剩皮囊完整无缺。应渊，只要你肯认罪，和盘托出你是如何与魔族勾结，念在你往日的战功，我可以给你最后一次机会。这话该是我说给你听。等下行刑时，你别看，死不悔改，用刑！且慢！小花妖，你是想劝应渊认罪伏法吗？无罪之人，何来劝说之理？他若是蒙冤受刑，女身在此，我又岂能独活于这世间？今日，我便要和他一同受刑。严丹，哼哼，真是一对情真意切的璧人呐！好，今日吾就成全你二人。你受不住这刑罚，真是个傻子。你在哪儿，我就在哪儿。天帝，因为意气私欲，挑起3界大战，罔顾生灵，不配为仙，更不配统领3界。放肆！纵今日我二人身死，天道不亡，列作正仙，绝不可任此罪孽滔天之人再颠倒黑白。严丹，怎么样？还守得住吗？好。满地碎木枯黄，会走出一滴泪吞海银浪，执迷于遗忘。走到从此天各一方，走到你乡，回过头为我生遗忘。最绵的缘分在暗夜里藏，情字落晚香，寂寞的汤烫出思念的伤。别怕，一轮岁月凉，洗尽闲尘仍有，只是看着痛罢了。轮转
转中，为思念疯长。一世繁华人间一场落花风，平添一池落花中，看破红尘的眼红。你是遥遥天上一捧秋月容，只感因为我万幸受刑之时，一定也很痛苦。不要哭，不哭。整整80道怨人，他们居然还活着，难道真是命不该绝？作为战神，这点本事还是有的。不过这第81道怨刃来自九幽深处，其威力胜过前80道之和。就算上古天神现世，也必灰飞烟灭。竟然用怨刃击破了天门！走。严丹，姐姐，这是血藤丹，可助你们调理心脉。姐姐，你怎么了？你手怎么这么凉？我无事，你们快走吧。好。你没事吧？我是来助你们的。姐，姐，你干嘛？快回来！回来！姐，芷溪会永远保护严丹。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姐，姐，姐，你回来啊！姐，姐。
求你回来，姐姐！姐，回来，姐！快走！颜淡，你知道的，所有的神仙，在升仙阶前，都要下凡历难，是要经历人生八苦的。可是我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九重天，心里是有点害怕的。芷溪，别怕，有我呢。芷溪不怕，因为芷溪要永远保护颜淡。我把仙血全都收集回来了，我的惩罚便是芷溪跟颜淡从此以后再无生离，只有死别。你可愿意还认我这个姐姐？不然呢？那你呢？你曾后悔有过我这个妹妹吗？从未。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芷溪会永远保护颜淡，这一次一定不会食言。颜淡，是我。进来吧。颜淡，对不起。若我没有替天帝做伪证，你们不会遭逢此难，芷溪仙子也不会牺牲。我因一己私欲伤害了你们，此事万死莫赎。待救出玄香，我便向你们谢罪。就算没有你，天帝也不会放过我们。你为了我们也受了伤，你没事吧？经历这么多，你还这样关心我。颜淡，以后我可以做你的姐姐吗？我想替芷溪照顾你，保护你。仙魔大战中，我曾亲见，甚至亲历了无数生离死别。世人皆有一死，但在生命逝去的那一刻，感受却是大不相同。
其实，能为心爱的人死去，亦是幸事。我认为爱是天长地久的陪伴，是无法割舍的牵念。若能够欣然接受这种幸运，怎么能配称之为爱呢？你说过，只要我帮你，就将我的功绩报上去。为何此番天机阁应试入选的人是你？小小鸟族，与稳固神庙的鲛人族乃一路货色，只配做打扫仙士。尔等卑贱出身，怎比得上我天生人胎的仙族？为我所用，是你的福气。长师同我说过，禽兽小族登不得台面，用作跑腿嘛，倒甚是顺手。其实啊，长师从未考虑过晋升你。既然被你看到，如何处置？悉听尊便。以出身论人者，死有余辜。既要毁尸灭迹，便应该做到天衣无缝。你为什么帮我？因为你很像曾经的我。世间每一种爱是不一样的，你怎能断言这不是爱呢？陶姐姐，柳维阳一定会坚持到最后一刻与你团聚的，你们不会再受生离之苦。其实这几日，我想独自去寻玄香，只因昭兰的阻拦未能成行。他设下的结界切断了南海与天庭的一切信道。也许是担心我打草惊蛇吧。昭兰这么做也是为了我们好。天帝在外面布了天罗地网，外面很危险。你要记住，只要你好，柳微阳自然也会好。我听闻此结界乃余墨所创，可南海这样大，真的能保证毫无破绽吗？余墨好歹也是个九旗，他设下的结界没有任何问题。如此便好。可久居南海总不是办法。你们接下来有什么打算？我现在没有心思想这些，等余墨醒了以后再说吧。余墨哥哥，余墨哥哥，你别再伤害自己了。这世上没有水浇不熄的火。水熄火，火融冰。水火自古不相容，唯一的例外，便是九旗的水火之力。我要尽力，让我的火灵被水浇不灭，方能与水灵合二为一。除此之外，别无他法。可你如此急功近利的修行，每每历尽艰辛，才修炼出一点成果。这些冰浇下去，你将从头再来。余墨哥哥，不若徐徐图之。本来九旗的火灵就没有那么容易修炼出来的。放在以前，修炼个几百年又有何妨？可现如今，大仇未报，门外强敌虎视眈眈。我需尽快修出火灵，重获水火之力，
这样才能攻克强敌。芷溪，她是个好姐姐。于墨现在怎么样了？于墨，他已经好多了，再过几日便可痊愈。你呢？你的伤势可有大碍吗？多亏了芷溪的血藤丹，才让我护住了心脉，所以我才好得这么快。我觉得我自己像个废物，我感觉我什么都做不好。以前在天上的时候，我只是一个小仙士，那个时候想的就是插科打诨，每天靠你跟姐姐的照顾，无忧无虑的，总觉得有朋友、有亲人在身边，便已经知足了。而后来我学会了什么是责任，什么是爱。我每天很努力的在修行，可我发现我依旧什么都做不好。如果没有我，你就不会上天星台，于墨也不会受伤，姐姐更不会因为我而死。我觉得我对不起大家。小傻瓜，这一切的错都怪我。你再哭的话，就成小花猫了。你看，今夜不知我们在等待，也不知他在等待谁。这么晚前来，又面带笑容，多半是为了自己的心上人吧。我们海豚耳力甚好，讲悄悄话是会被听到的哦。其实我是在给姐姐庆祝生辰，姐姐从小就喜欢看烟花，我们约好每年生辰的时候都要一起燃放。你们的生辰为什么只有你一个人啊？你姐姐呢？姐姐嫁去北海了，自那之后我们再也没能和对方一起庆祝生辰，但每年姐姐生辰我都会来海边燃放烟花。我们海豚是四海里最耳聪目明的妖精，无论它在哪里都一定会看到的。无论在哪，距离有多远，真的能够看到吗？
就算眼睛看不到，心也会看到。就是这样，我们是姐妹嘛，就算分隔得再远，心也永远在一起。想哭就哭出来吧。我跟姐姐约好了，要一起看接星星大典。可如今只剩我一个人了，我把姐姐丢在了天上，我言而无信了。姐姐一定很怪我吧？姐姐还会回来吗？从此以后，我再也没有姐姐了。你在凡间时看不到窒息，但是他在天上始终牵挂着，如今也是一样。窒息一直都在，只要你想，你们便可以一起看每一场星星雨。姐姐，是你吗？你也和我在一起看吗？只要你心中记挂着的，他便无处不在。从此，星星是他，花海是他，漫天飞雨也都会是他。窒息护住了他自己最爱的人，死也邯郸，明哲不弯，哪怕被人遗忘，也绝不陨落。我知道你一定不会让你姐姐失望的，对不对？姐姐，下辈子我们还要做姐妹，到时候我做姐姐，你做妹妹，我来保护你，让你一生无忧无虑。你放心吧，我会好好替你活下去的，姐姐。于墨殿下，龙尊，此为何意？于墨哥哥，九岐一族历来是水族至尊，四海深慕大恩，无以为报。今日，四海龙宫，各位水族长老齐聚此处。我们商议过了，从今往后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对付谁，甚至整个天庭，四海水族任凭调遣，绝不退缩。四海水族听凭调遣，为九岐而战。诸位快快请起。这是为何啊？难道不同意吗？赵兰。
诸位，此番我被天庭追捕，全凭南海尽心护佑，我才得以安全。过往之恩，我们可以不必再提。诸位的心意，我代表九旗一族诚挚谢过。雨墨哥哥，接下来我所行之事异常凶险，我不可也不能让水族臣民陷入危险之中。雨墨哥哥，这本来就四海水族安存于世，便是我九旗一族最大的心愿。如今天帝布下了天罗地网，在破此危局之前，我们必须要查清楚一个人。陶子期。没错，你记不记得，之前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们撞见他疑似向外传信，而且他口口声声说心系柳维扬，可从来不佩戴他送的耳环，行为举止非常的怪异。我总觉得他对柳维扬的感情并没有那么的真挚。我去问过他，关于他和柳维扬是如何被抓，柳维扬被关押在何处，他回答的滴水不漏，但是他却过于冷静。若真想救人的话，定会回忆各种细节，而不是不断的指责自己，拖累了他。没错，陶姐姐虽然会经常来看我，跟之前的表现也并没有异常，可她对南海结界还有我们的打算，非常的关心。之前在天星台的时候，我便有所怀疑，她为了自己的爱人投靠了天帝，那为何最后又不顾自己的爱人出手相助呢？她如此行事，岂不是里外不是人了？对他既有怀疑，为何要救他离开？若陶子期是友，我们为了柳维扬理应相救；若他是敌人，我们把他握在自己的手中，便是仁政，是日后揭穿天地有力的筹码。可陶子期若没问题的话，柳维扬一日未被救出，他便有可能再次投靠天帝。所以我们日后行事，谈话更得小心谨慎，免得让他有机可乘。那日天星台大战的时候，你突然攻向天帝的腰间，有没有发现什么？他的腰带被刺破后，那里透出寒光，发出兵刃相接的轻音。我认得那把腰中剑，那是基督星君缓钦的贴身武器。可天帝为何要佩戴已逝星君的佩剑？我曾试探过，有一次天帝不慎拂落了我棋盘上的棋子，却能不差分毫的还原。但只有懂棋之人才能做得到。但天帝他不通棋术，又从不饮酒。如今，他好像变了一个人。没错，变了一个人。之前姐姐也这样说过，说天帝自从仙魔大战之后性情大变，之前的他严肃古板，而如今他不但一再变更天条律法，甚至连刑罚都放松了，还设宴与众仙一起同乐。你们说，天帝会不会已经不是天帝了？既然那个神秘人会傀儡术，那天帝可以成为任何一个人，也就是说，任何人都可以成为天帝。我自幼受帝尊教导，之前一直不理解，心怀天帝的他，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功嗜杀？他已身居尊位，没有任何理由去残害各位帝君，更没有理由来杀我。如果帝尊是以傀儡术假扮的，就都解释得通了。可真正的帝尊，他去了哪里？难道应渊，此人知道九妖的运行规律，并且贴身佩戴腰中剑，还通晓棋术，你不觉得他跟桓钦很相似吗？金蝉翼放在步星亭这么多年都没有人发现，
有没有可能是他自己放的？桓清已死，我检查过他的心神，而且他的心灵也丢失了。天地极有可能不是天地，那仙身也可能不是桓清。我们都知道你跟桓清的感情，我们也都不希望那个人就是他。那日在神关林，你确定里里外外、上上下下都检查过了吗？闭上眼睛，感受你手心的温度，才发现泪已止不住，缠绕发丝解不开你悲伤满目，再续一世情深不负。相似的白月光照故人心理想，怎能让花发最意料初妆？金龟徒留恋处放慢一些脚步啊，回眸骗人的凝望，那一刻的慌张，却让我的指尖记住了你泛红脸庞，怦然无处躲藏。咫尺天涯望穿的不止一壶秋水，还有闯进我心我梦中的谁。百转千回痛哭过一滴泪，只为你心碎。尖叫不及晴天，烟花易蹙眉。的白月光照故人心理想，怎能让花发最意